美军最爱的反坦克武器是什么？火力军认为并不是标枪，而是 AT4。标枪虽然性能更好，但是太重了，根本背不动。而 AT4 6.5公斤的重量，美军步兵班的士兵可以人手一支，随拿随用，用完就扔。现在仅需$1480就能把 AT4 带回家，价格优惠，威力也有保障。在海湾战争中 ，AT4 对付伊拉克军队的 T-62就像喝水一样简单。只是在现代战场，反坦克导弹才是王道。那些比较先进的主战坦克，装甲厚度没有800毫米都不好意思出门。AT4 最大600毫米的穿身，着实有点跟不上时代。不过就算如此，美军依旧没有放弃 AT4。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美军最爱的 AT4 到底有什么魔力，在现代战场 ，AT4 还有什么作用？AT4 参加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就是海湾战争，彼时装备苏式武器和部分北约武器、具有完整机械化作战能力的伊拉克军队并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步兵班面对的装甲威胁十分严峻。好在 AT4 足够轻，步兵班可以一人一支 AT4， 看到坦克接近就开轰，用完就可以直接扔。在装备破甲弹的情况下， AT4 可以穿透420毫米的军制装甲。在面对装备复合装甲与爆反的 T-72B 而言，这个数据不太够用。但是在海湾战争时期，伊拉克军队的 T-55、T-62与纸糊的没什么区别，论支援效率 ，AT4 也比连属的无坐力炮效率更高。在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中 ，AT4 颇受好评，毕竟随用随扔，威力还大的武器，谁能不喜欢呢？AT4 最大的特点就是价格便宜，随拿随用，用完就扔。从本质上来说 ，AT4 是一款无后坐力武器，炮管是开放的，不会形成高膛压，发射要产生的气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会从炮管后方溢出，抵消了后坐动能。当然，实际发射时仍然会产生一定的后坐力，但不需要常规火炮所需要后座缓冲装置。在发射筒的设计上 ，AT4 采用一体式玻璃纤维管结构，为了缓冲发射要产生的高压气体，炮管内部配备了铝合金内衬，质量做得非常轻。AT4 战斗总重量6.7公斤，单是炮弹就已经3公斤了。玻璃纤维材质、火箭筒这两个元素组合在一起，就意味着制造成本低。AT4 是瑞典研发的，美国阿里安特技术设备公司在1985年9月获得了生产许可，到1992年10月就已经生产了29万具，单价仅为$720，目前的价格则为$1480。这是什么概念？美军的亚瑟王神剑 M982 炮弹一枚的价格要$15万，就算是一枚155毫米榴弹炮炮弹的价格，都能买3具 AT4。价格便宜也就意味着可以随便玩 ，AT4 就是一次性武器，与更重的古斯塔夫不同 ，AT4 外管仅能承受一次发射的压力，它不可重复使用，也不能重新装填，发射完直接扔掉跑路就行。为了防止其他士兵将使用过的发射器误认为未使用过的发射器，射手通常会接受使用后折断瞄准器的训练。不过实际作战中，火力军还是建议把发射筒留下来。在反恐行动中，对于敌方而言，一个用过的火箭筒发射器也是很有价值的。比如使用土制火箭对其重新装弹，之后把装填好的火箭筒靠在岩石或者其他稳定的地方，就可以点火发射了。如果队友的发射筒出现了一些问题，也直接用通用扳手拆解替换相关的零件。除了价格便宜、随用随扔外 ，AT4 的威力也很强。俄乌战场爆发之后，北约最先为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就包括数量庞大的 AT4， 乌军直接人手一具，击伤 T-72B3、T-90M 不在话下。AT4 的主要功能就是反装甲作战。最初设计时采用锥形装药的破甲弹，装药需要预先填入密封的发射管中。战斗部后方有一组6片的折叠式尾翼，在战斗部飞出炮管后张开，让弹体得以稳定飞行。AT4 配备穿甲弹时候，可以穿透420毫米的军制装甲。瑞典军方估计至少3枚 AT4
AT4列装时，苏联的 T64和 T72数量并不多，华约国家用的更多的是 T54、T55、T62。对于 AT4而言，收拾这些相对老旧的坦克，那就是轻而易举。并且 AT4可以采用性能更强的高穿透力弹，可以穿透最大600毫米的军制装甲，也可以是高爆两用弹，穿甲性能降低为150毫米，但是可以用于对付碉堡等钢筋混凝土掩体。引信可以设定触发引爆或者是延时引爆。AT4也有与标枪导弹类似的串联弹头版本，结合破甲弹头与后续高爆弹头，在使用时有2种设置：摧毁掩体，或者在敌方建筑物墙壁上打出一个窟窿，以便士兵进入战斗。除了打击装甲与掩体之外， AT4也可以用于对付软目标，也就是高爆战斗部，可以设置为撞击式或空爆式，有效射程1000米。当然 AT4也不是没有缺点，无法在建筑物内使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这一次美军面临的威胁来自巷战中伊拉克武装分子的火力点和机动车辆，街上的每一个窗口都可能藏着武装分子的狙击手，拐角里有可能藏着机枪皮卡甚至坦克。在城市作战时， AT4就会暴露自己的缺点。作为一款无后坐力火箭筒， AT4在发射时会产生非常大的尾焰，在建筑物内使用时很容易伤人。操作规范也陈述 AT4 发射后方15米内不能有墙或是其他结构体，否则尾焰会烧回到射手或是临兵身上。当然，对于美军而言，这点小问题简直不值一提。尾焰太大，那就减少尾焰。AT4CS 型在发射管内加了一组含盐药剂，在推进火箭点火后，该药剂会向后方排出盐水，以减缓冲击波，使后方不会受到烧灼，从而可以在室内使用。不过相对的，这也降低了推进火箭的喷气推力，使得弹药发射初速从原来的每秒285米降低至220米，有效攻击射程因此缩短，但士兵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射隐蔽性。从隐蔽位置发射火箭弹，对抗敌军的装甲运兵车或坦克，从而提高士兵的安全性及成功攻击的机会。后期美国还推出了 AT4ER， 由 CS 版衍生，反甲穿身增加到460毫米，有效射程增加到600米。改进后的 AT4 风评很不错，到了后期的治安战中，一般都是作为榴弹发射器与卡尔古斯塔夫无坐力炮之间的补充，直到今天还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中装备。现在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撤军基本完毕，剩余的武器装备全部移交给了政府军，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 AT4。除了价格便宜与威力， AT4 发射筒侧面还有导轨，可以在上面加装激光指示器、微光瞄准镜或者是光电火控系统等辅助瞄准机构，也可以通过可拆式固定架用来加装光学夜视仪，以进一步提升瞄准精度与夜间作战环境下使用。不过 AT4 可以随拿随用，用完就扔，的确很不错，但问题在于，这到底是浪费资源还是实战需求？与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一样， AT 也是瑞典的产品。20世纪70年代，瑞典陆军要求研制一种新型的火箭筒，用于取代老式的小人式74毫米火箭筒。瑞典的 FFA 军械公司负责研制，1976年开始研制 AT4 式84毫米火箭筒。在设计之初，瑞典就认为想要正面干爆坦克厚重装甲的难度太高，于是就故意设计一种从侧面或后面攻击坦克的武器，也可以作为一种对建筑物与防御工事有效的突击武器。1981年2月，瑞典生产了100具火箭筒以及200枚空心装药破甲弹。7月份完成了人员操作发射试验，9月份在卡尔斯堡陆军试验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弹表演试验，持续时间长达18个月。出色的性能使得 AT4 还没有被瑞典采用之前就被美军看上了。1982年，美军决定替换在越战时服役的 M72 火箭筒。M72 虽然重量轻，也是一次性发射，但它射程近，破甲能力也不是很好，还只能用简易机械瞄具发射。M72 用不下去，但是美军又不满意 FGR-17 的性能，于是展开新型反坦克武器的竞标。1983年 ，AT4 凭借较低的成本、还不错的性能、易于操作的特性，击败了英国 LAW-80、德国 Armbrust、
法国 Apilas、挪威 M72E4 等武器成为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新一代单兵反坦克武器，获得了 M136 的编号。1985年9月，美国阿里安特技术设备公司获得了生产许可。1992年10月就已经生产了29万具，单价为$720。当然 M72 也没有就此消失，直到2008年还能在阿富汗看到它。不过这个时期 AT4 并不是最终版，难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虽然在竞标中美国很满意测试版 AT4 的简洁性和耐用性，但也看到了一定的改进空间，特别是在发射管上增加了前后保险杠，并改变了瞄准具和吊带。瑞典陆军也认可了这些改进，并采用了美国版 AT4。瑞典与美军采用 AT4 的原因也很简单，应对苏联的钢铁洪流。AT4 的研发初期正值冷战的高峰时期， AT4 这种价格实惠的反坦克武器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作为一次性火箭筒， AT4 不占用单位编制，对于步兵来说增加的负荷也不大，每个人都可以拿一个来用，将单兵反坦克火力分散到全班，这样班组的火力密度明显优于在班组中单独设火箭筒操作手的华约。在实际战斗中 ，AT4 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效能。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现代冲突中 ，AT4 使得士兵能够在战场上迅速应对各种威胁，为取得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火力支援。只是 AT4 再怎么便宜好用，也只是反坦克火箭筒。面对装甲厚度上千毫米的现代主战坦克， AT4 的威力已经捉襟见肘，射程精度都比不上反坦克导弹。那么在现代战场 ，AT4 这样的反坦克火箭筒还有什么作用？或者说反坦克火箭筒会不会被淘汰？步兵的随身重火力无外乎两种，无后坐力火箭筒这样的直射火力，以及迫击炮这种驱射火力。其中迫击炮的射程更远，一般有效射程在3到8公里，但是精度偏低点，所以主要目标是固定的工事、机枪阵地等。而对于运动目标，只能使用直瞄火力，射程一般都偏近，几十米到数百米距离，但是精度相对高。只是现代战场导弹为王，在反坦克武器方面，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并且具备攻顶模式的反坦克导弹才是王道。因为有制导系统的存在，导弹的射程远、精度高，只要在有效射程内，命中率都可以达到90%以上。火箭弹的相比之下，随着距离的增大，精度会很快下降，500米开外，命中基本就要靠信仰了。在坦克动辄上千毫米的装甲面前， AT4 那420到600毫米的穿身以及不到1000米的射程根本不够看。至于打建筑，那是迫击炮的领域， AT4 本来也就只是兼职。面对现代钢混结构，大口径炮弹都起不到很好的作用，更别说小小的火箭筒了。就算换了弹头，也只能打建筑物窗口、阳台的敌人火力点，想开通道或者炸掉建筑，还是需要火炮或炸药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AT4 这样的反坦克火箭筒还有用吗？其实这个问题美军已经回答过了。目前美国陆军只有一种步兵班，虽然排的编制可能会因为任务的不同而变化，但是步兵班的编制一般都保持标准。美军步兵班1名班长和2个火力组组成，火力组的成员由掷弹兵、班用机枪手、步枪兵以及组长组成。其中班用机枪手提供直接火力支援，装备 M249 班用机枪，主要任务就是在进攻中压制敌方的重点火力，为进攻中的其他成员提供火力掩护。步枪兵的任务则是掩护其他成员，并负责摧毁敌方战车，装备 M16A2 与 AT4。掷弹兵则使用榴弹为己方提供间接杀伤火力，主要武器为配备 M203 枪榴弹发射器的 M16A2。组长则负责辅助班长指挥火力组。所以一般情况下，美军一个步兵班中会携带3具 AT4。虽然面对现代主战坦克 AT4 的效率不是很好，但至少还有一搏的能力，而且打一打装甲薄弱的装甲车 AT4 还是可以的。此外，火箭筒并不是单一的反坦克武器，还有杀伤、照明、烟雾等不同功能的装药。很多火箭筒都配有沙爆弹和温压弹，这个就是为了杀伤步兵而准备的。以经典的 RPG-7 为例，作为装备非常普及的无后坐力炮与火箭助推模式的单兵武器，
诞生之初就是为了反装甲，但是后来也配备了杀伤步兵的流线弹，弹药型号为欧击7V。欧击7V是一个和发射筒相同口径的弹药，也就是40毫米，碎片杀伤范围达150平米。除了这种高爆破片弹药，还有一种采用微压弹的弹头 TBG7V。古斯塔夫系列弹药类型也非常丰富 ，FFV441 弹体内嵌800枚钢珠的预制破片高爆弹，也是用于人员杀伤的流线弹。FFV502 则属于一种高爆双用途弹，其引信既可设计成顺炸，也可以设置成撞击目标后1/10秒才引爆。这种弹药对付普通的软目标的有效射程为1000米。AT4 的高爆战斗部也可以用于对付软目标，有效射程1000米。这些都是专门打步兵的，而且效果都还不错。除此之外，反坦克火箭筒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价格便宜，而且便于携带行军，可以打完就扔掉，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战斗都会发生在远距离，比如在山地、丛林、城镇作战中，交火距离都很短，火箭弹的精度已经够用了。而且火箭弹造价很贵，太贵了，保养维护成本也远高于火箭筒和火箭弹，也要考虑人员培训问题。总的来说，作为一款单兵无后坐力反装甲武器 ，AT4 反坦克火箭筒的表现已经很亮眼了。售价才1480美元，却可以用来对付高价值的坦克装甲车辆。在服役期间 ，AT4 参与了海湾战争、苏马里内战、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已经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目前的俄乌战场也有 AT4 的身影。可以预见的，在之后的战场中 ，AT4 依旧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辉。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 AT4 在未来战场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